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来到了河北的邯郸，这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相信很多人听过邯郸这个名字啊，因为在2000多年前，战国七雄赵国的首都就在邯郸，相信大家会有所印象。还有一点呢，我们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就是出生在河北邯郸，可能很多人没想到吧，都以为秦始皇可能是出生在陕西咸阳，其实不是啊。在这边呢，还有一个秦始皇的出生地，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秦始皇嬴政，大家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他是公元前259年出生，去世于公元前210年，享年49岁，也可以称之为50岁。在那个时期呢，算是高寿吧。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者，也是中国第一位称皇帝的君主。在公元前259年，秦始皇是出生在邯郸。说到秦始皇，我们就得先来说一下他的父亲嬴异人，以及他的母亲赵姬和吕不韦的故事，这样才会有秦始皇的出现。嬴异人也是秦昭襄王，他早年呢是入赵国邯郸为质。在当时战国时期的赵国处于列国的中央，他们的首都邯郸是当时最开放的城市，经济发达，繁荣的为世人所瞩目。齐、楚、燕、秦等地，甚至北方匈奴的人都在邯郸留下了活动足迹。赵国经过夫妇骑射，也就是赵武灵王的改革，它慢慢的强大，到了战国末期，成为与秦国实力相抗衡的强国。列国呢，在邯郸的外交活动日益繁多，互相派质子成为突出的现象。你像秦国就派出公子异人在赵国为质，也可以说当时嬴异人在秦国是不受重视，才送到了赵国来。他的到来让邯郸发生并演绎出秦赵两国最为曲折跌宕的历史故事。嬴异人是秦昭襄皇太子安国君20多个儿子中其中的一个，所以说他也不是太受重视，被秦国派到赵国作为质子，住在邯郸。因为当时那个时候秦赵两国属于敌对状态，赵国对他态度其实并不是很好，没有以礼相待，因此呢，他虽然有着贵族的身份，却生活清贫，门庭零落，颇为失意，就基本上没有朋友啊，也没有人看他。当时的邯郸尽管说很繁华，但是作为秦国的质子，嬴异人呢，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孤独。但这位翩翩公子却不肯萎靡下去，依然神情刚毅，气质浩然，每天呢坚持读书，再喝点酒，这也是为他后来能够当上秦王打下了一定基础吧，就是把自己的性格培养的比较好，遇事呢不乱不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了，就是吕不韦。他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商人，在繁忙的商业活动中历练得十分精明，并拥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经常能够抓住商机，看准机会，不断盈利，因此呢，财富越来越多。在公元前265年的时候，他在邯郸见到嬴异人，敏锐察觉到失意的嬴异人是蕴含着巨大的商机的奇货。经过与父亲的深入探讨，吕不韦获得了建国立君则可以一试的结论，决定以自己的商业财富和交际才能帮助异人在政治上崛起，这就是一种投机行为。如果嬴异人在他帮助下成功做得秦国的太子，后面成为王的话，那么吕不韦他获得的收益就不得了。经常会有这样一句说话，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人上位了，他一定会拥有之前拥立帮助自己的人，这也是奇货可居的来头。吕不韦就下定决心，开始帮助嬴异人，给他置办华丽衣裳，招募仆人，不惜以自己的财力和人脉为嬴异人竭力服务，
使嬴异人以伐国的姿态经常出席各种社交活动。同时呢，吕不韦又积极地奔走在邯郸与咸阳之间，结交秦国权贵华阳夫人。吕不韦就在这个中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嬴异人成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的养子，更名为子楚，取得秦王族的信任，为进入更高的政治阶层打下了基础。负伤，他身边肯定是有很多伺候的人，特别是有一个善于歌舞的赵季，他本身呢出身比较高，算是贵族出身吧，美丽又神秘。嬴异人同吕不韦饮酒时，见到这位女子，心生爱慕，请求吕不韦把她让给自己。吕不韦呢虽然不舍，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呢将赵姬献给了子楚。这样的话，赵姬就成为嬴异人的妻子。在这个时候啊，秦赵两国发生了著名的长平之战，那个是公元前260年。到了公元前259年正月，秦始皇在邯郸出生。那个时候还不叫秦始皇，也不叫嬴政，是叫赵政，赵国的赵，正确的正。子楚呢悲喜交织，儿子的出生更使他下定保护好自己，尽快走向权力高峰的决心。差不多经过了3年的时间，子楚呢在某一天离别妻子，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面逃出了邯郸，投入到秦国的兵营，并且回了秦国，因为当时属于邯郸保卫战时期。不过呢，3岁的儿子赵政和妻子赵姬被留在了邯郸。当时他是叫赵政，我们为了方便还是把它称之为秦始皇，因为这样好说一点。赵姬和秦始皇在邯郸生活其实挺艰辛的，因为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也经常搬家。不过呢，邯郸丰富的民间生活为秦始皇的成长提供了童年的快乐和富于想象的能力。他不断学习和汲取各种知识。现在我们去看看秦始皇出生的地方，就在这一块。现在这里属于一个公园，在2000多年前，这里是秦始皇还有他父亲居住的一个地方，当时是叫做郅知府。大家看一下这个建筑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时期的？我们现在去看看里面还剩下什么，能不能找到秦始皇小时候生活的场景。这边的环境现在非常不错。那么秦始皇在这里出生，早期呢也是在这里长大，可能就是在这一块活动。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环境不是太大，我估计当时面积应该比这里大得多得多。刚才我们说了，他在邯郸搬过几次家，不过呢，在他父亲回秦国之前，他们一直是住在这里的。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有山有水有房屋，那么在当时肯定这些都有的，甚至比这些规模还大，房屋更多，祠堂更大，假山也更多。毕竟当时是有吕不韦的投资，吕不韦给嬴异人第一笔投资就是给他打造身份，换府邸，换华丽的服装。那这个住的地方肯定会好好的修缮，或者重新购买好的房屋。秦始皇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回去秦国了。那么在这个地方，秦始皇应该起码是生活了3年到4年的时间，后面才搬家了。秦始皇当时小时候就在这周边游玩，现在可能是看不出太大的痕迹，因为毕竟经过2000多年的时间，这个地方已经物是人非了。现在这边全部是重新修缮的，这边也看不出太多的痕迹了。现在我们去这个院子里面转一转。秦始皇在邯郸生活的这几年，为他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他的性格就是在邯郸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坚韧不拔。现在这边是一个纪念馆，里面主要是介绍了秦始皇从出生到去世的一些故事。像这个房间就是在水池旁边，不知道当时秦始皇是不是在这里游玩过啊？嬴异人回到秦国之后，经过吕不韦的运作，在公元前251年被封为太子。之后呢，秦国专门派出使节到邯郸迎接
秦始皇和他的母亲回国。当时赵国还派出了强大的护送队伍。这个时候，秦始皇嬴政已经9岁了，也就是说，他在邯郸这里生活了9年的时间。回到咸阳的赵政更名为嬴政。3年之后，13岁的嬴政登上王位，21岁亲政，秦国呢日益强大。之后呢，秦始皇就开始进行天下统一的大业。10年后，秦军呢又一次把战火烧到邯郸城下。公元前228年的夏天，邯郸城破，赵王被俘。这消息呢激荡着秦始皇的心。32岁的他忍不住策马而至，又一次来到了他出生和生活过的城市。当时秦始皇重新来到他幼年玩耍的院子前，站了许久，仿佛呢想唤醒他与母亲在这个地方艰难生活的记忆，回忆起当时与他一起玩耍的人。不过按照资料记载，秦始皇来到邯郸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当时欺负过他的人全部处理了，把他生活过的那个院子周边的人全部处理了。这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呀，就是杀害了。没多久之后，秦王政就走了。有人说他是来怀旧，也有人说他来是为母亲报仇。邯郸呢，是他唯一一次踏上6国敌国的都城，以及呢展示出其依恋又冷酷复杂情感的地方。按照资料记载，秦始皇回到咸阳之后，把邯郸的消息告诉了他的母亲赵姬。没多久呢，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可能也是完成了一个心愿吧。他没去，他儿子回到了故乡，回到了老家。那秦始皇出生地我们就看完了，尽管建筑都是现代的，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来秦始皇小时候在这里的生活的艰辛，生活的不容易。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看一看秦始皇去世的地方。走了差不多100公里，来到了沙丘平台遗址。秦始皇当年就是在这里去世的。这里呢也被称之为是困龙之地，因为中国历史上3位杰出的帝王当年最后都是在这个地方去世。你像第1位商纣王，第2位是赵武灵王，第3位就是秦始皇。从秦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帝王说到沙丘平台都是谈之色变，没有人敢来这里，因为后面的帝王也生怕来到这个地方有去无回嘛，都害怕。刚才我们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秦始皇小时候的故事。他是在邯郸出生，在邯郸长大，后面呢回到秦国继承了王位。在公元前238年平定长信侯嫪毐叛乱，并铲除了权臣吕不韦，开始亲政。在这个时候，秦始皇一生比较悲惨的事情差不多都已经发生了。小时候比较困难，受到欺负，长大之后在秦国做成了王。这个时候呢，又遇到了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他的母亲和嫪毐生下了儿子。他的母亲听信嫪毐，想把秦始皇杀掉，立他和嫪毐的儿子为秦王。这个时候秦始皇是深受打击，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相当于是背叛了他。如果是一般的人就已经崩溃了，秦始皇没有，他仍然想实现他的抱负。从公元前230年起，秦始皇呢就开始统一大业，先后灭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6国，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差不多花了10年时间。在公元前221年，嬴政呢自诩德迁三皇，功过5帝，采用三皇之皇5帝之帝，构成皇帝称号，称之为始皇帝。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称帝之后，他设置了很多制度，特别是地方上废除分封制，用郡县制取代。经济上呢，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社会文化上面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通往各个地的道路，相当于是国道和高速公路。
军事上呢，北击匈奴，收取河南地，修筑万里长城，南征北越，修筑灵渠，沟通长江和诸漳水系。嬴政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纷争的局面，奠定了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被明代思想家称之为千古一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将近500位皇帝当中，排名第一的是秦始皇，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不过呢，在历史资料中记载，他推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大兴土木、意图成仙、滥用徭役等行为，也引发了后世争议。不过秦始皇的很多这些所谓的暴政是后面汉朝为了污蔑他而弄出来的。其实秦始皇他当时整体来讲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大秦。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始了他的第5次东巡，来到了河北邢台这里的沙丘宫，在这里呢病重，最终在这个地方去世。在秦始皇死后呢，赵高、伙同李斯他们伪造遗诏，扶持胡亥登基。这一块呢，就是秦始皇晚年最后生活的地方。现在这个沙丘平台遗址呢，只剩下一个小土堆了。当年可不是这样的，当年这里是非常热闹。秦始皇来这里呢，相当于是有一个行宫，只不过呢，是由于秦始皇在这里去世，后面的历朝历代啊，没有人敢在这里建行宫，那肯定就荒废了。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是一个平台，那么秦始皇当年呢，就是在这附近去世的，不敢说是在这个平台，只不过呢，他肯定是在附近，因为行宫就是建在这里嘛。当时行宫应该是挺大的，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土堆，跟一个封土堆差不多。在2000多年前，这里呢发生了足以改变历史格局的一件事情，就是秦始皇在这里去世。当时他如果不是突然去世，那么大秦帝国呢走向很有可能是不同。万万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继承人扶苏被逼自杀了。我们现在说是叫做沙丘平台，最早的时候这里呢确实是一个沙丘，因为旁边有个河流嘛，经过冲刷，这里的地方稍微高一点。在商纣王时期，一开始呢，他是在这里建造了一个皇家园林，这也是记载的中国最早的皇家园林。说是纣王呢，为了享受，为了在这里喝酒玩乐，就建造了一个皇家园林，里面呢有很多动物供他打猎。当时呢，纣王的荒淫无度，导致了国家动荡不安，有武王伐纣，最终呢爆发了一个牧野之战，周武王打败了纣王，纣王呢逃回鹿台，自焚而亡，就是在沙丘这里。这就是第一位帝王在这个地方去世。在这里的说句题外话，很多资料包括一些影视剧都演绎商纣王呢是荒淫无道。不过近几年呢，经过考证，这个商纣王地心和我们平时影视剧中或者是一些资料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他是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在历史上都把他们评成是暴君，主要是后面的朝代对他们有所污蔑，在当时他们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算是有过也是功大于过。第二位折损在沙丘的是赵武灵王，我们之前也去看过他的陵墓了，夫妇骑射就是他搞的。他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杰出的一位帝王，使赵国从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国，能和秦国相抗衡的。不过呢，他就是有点优柔寡断，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犯了巨大的错误。一方面呢，把王位传给了他认为能够接受帝国的儿子，结果呢，对长子呢又想做补偿，想把国家权力分开，这种肯定是不行的。
最后呢发生了政变，赵武灵王呢被困在沙丘行宫，活活被饿死了，挺悲惨的吧。第3位就是秦始皇了，他在东巡南巡的路上，最后在沙丘这里病死。赵高、李斯他们为了骗取臣民，车队呢不敢走捷径回咸阳，而是继续摆出出巡的架势，绕道回咸阳。由于当时属于夏天高温，秦始皇的尸骨呢已经腐烂发臭，为了遮人耳目，赵高、李斯、夫亥这些人呢就买了很多臭鱼装在车上，用那个味道掩盖腐烂的臭味，迷惑大家。回到了咸阳之后，才公布秦始皇去世，夫亥继位，是为秦二世。结果呢，赵高、夫亥胡作非为，第2年呢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后呢，在秦始皇死后的4年时间，大秦帝国就灭亡了。沙丘行宫这个地方，3位杰出的帝王都来过这里，并且还是中国最早的皇家园林所在地。那么在当时来讲的话，风水肯定是非常好的。不过呢，发生了他们3个人的故事，就变成了困农之地。后面的皇帝他们都不敢来这个地方，也没有人在这里建设宫殿，慢慢的就废弃了，变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一个小土堆。当然现在附近是有人居住，包括以前普通老百姓在这里居住是没问题的，只是说针对帝王的一个地方变成了困农之地。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突然暴毙改写了大秦帝国的命运。谁也没有想到秦始皇突然就会去世了。在2000多年的资料记载中，一直都在说大秦帝国的灭亡是夫亥、赵高乱弄才导致大秦灭亡了。其实呢，大秦帝国灭亡是多方面的因素。第一呢，就是秦始皇突然暴毙，在当时呢，他没有立皇后，也没有立太子，就是继承人不明朗，导致呢出现了赵高、李斯、胡亥他们伪造遗诏登基为帝，这是一点。还有呢，秦始皇他当上皇帝之后，他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啊，其实是得罪了很多人的，特别是得罪了大秦本土的那些利益集团。你比方说，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当时是采取分封制，那些跟着君王打江山的人，立了很大的功劳的人，他是会分封的，就会得到一大片土地。而秦始皇他废除了分封制，改用郡县制。那么跟随他打江山的那一批人呢，他只给钱财，不给土地。那么这些将军打完仗，等于是被始皇帝扔到一边去了。那么这些将军啊，他心里其实是有怨气的，只不过是说秦始皇的威望很高，能够压得住这些。看一些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当时秦始皇做皇帝之后，在朝堂上那些大臣发现大秦本土的比较少，那些功臣将军基本上就跟消失了一样。你像王翦后面就没有记载了，就证明当时朝廷上层主要呢是那些法家大臣，或者是说从其他东方6国来秦国生存下来的那些大臣。这样一点呢，秦始皇就有点寒了大秦本土集团的功臣的心。我看过一个资料，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大秦本土的那些功臣呢，他们就在想，秦始皇这里我得不到，我就寄希望于秦始皇的后代扶苏，因为扶苏是一个仁爱之君，比较仁义。结果呢，万万没有想到，秦始皇一死，扶苏也死了，大秦本土的那些人呢，希望就彻底破灭了。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打天下这么久的时间中，大秦本土的那些功臣也好，还是普通老百姓也好，他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使大秦能够统一东方6国。那统一之后呢，秦始皇包括那些大臣，他们并没有决定休养生息，而是继续搞各种大的工程，修高速公路，修地陵，修宫殿，
尽管秦始皇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想把所有的事情在他自己这里做完，不过呢，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承受能力。就说的通俗一点吧，整个秦国的所有人，除了皇帝，其他人没有享受统一带来的福利、带来的好处，这导致了后面有人造反起义的时候，大秦本土的那些人基本就不反抗了。一点呢是他们觉得我保护这个大秦，为这个大秦奋斗没有意义；第二点就是说，扶苏死了，他们的希望也没有了。再有就是秦始皇和手下的那些大臣，他们没有想到统一这么快，没有做好统一的准备。统一之后，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还是按照秦国治理的那种方式，这是不行的。治理一个国家跟治理一个大统一的王朝完全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说的，你管10个人跟管100个人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赵高和胡亥他们乱弄，导致呢大秦帝国灭亡提前了。如果他们没有乱搞的话，大秦帝国可能会灭亡，不过呢没有那么快，可能会延长一段时间。总体来说，大秦帝国的灭亡是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到一起才出现这种局面。7代君王100多年的努力，最后在4年的时间就败完了，挺可惜的。所以说，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家族，选好继承人非常关键。那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们主要看了秦始皇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以及他去世的地方，算是曝光了他小时候生活的场景以及晚年生活的场景。最后呢，说了一下大秦帝国灭亡的原因。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